侯爷，林渊不过是位孤女，乔念才是真正的侯府大小姐。我才是真正的侯府大小姐，你们都被骗了，他是骗子！爹娘，你们不要被他骗了！乔念，快停下，别磨蹭了，侯府来人接你了。侯府。虽然当年你娘接生的时候怀了私心，将自己的孩子与真的侯府千金调了包，但你也是我看着长大的。你放心，你永远是侯府的千金。混账！这琉璃碗乃是圣上御赐。公主恕罪，是乔念打碎了琉璃碗。你说什么？明明是林渊没拿稳。爹娘，你们就在旁边看着的，你们知道不是我对不对？哼，既然没人替你说话，那就是你了。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拖下去，杖责20，听候发落。罪女林念因打碎公主琉璃碗，发配浣衣局为奴，钦此。那一日起，我就知道我再也不是他们的女儿了。乔念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别叫小侯爷等急了。林烨，我换了15年的阿哥，曾为了给我寻夜明珠远赴江南，也曾为了林渊亲手将我从2层小楼推下去。奴婢见过小侯爷。你可是我宠了15年的妹妹，怎么现在竟会对我下跪？奴婢不敢。祖母思你心切，皇后娘娘念在老夫人年迈的份上，特准你离开此地。随阿兄回家吧。奴婢多谢皇后娘娘恩典，多谢老夫人恩典。父亲从未剥去你的身份，你虽在这儿待了3年，但户籍依旧在侯府，你从来不是什么奴婢。不是奴婢，3年来我天不亮就洗衣，洗到双手溃烂，被管事嬷嬷非打即骂，身份户籍有什么用？快走吧，莫要叫祖母等急了。从前你总是缠着我撒娇，现在竟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老奴见过小姐，小姐不进马车坐。不合规矩。初见你就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的，不愿回侯府就滚回你的浣衣局继续做奴婢。还是说你觉得委屈，故意给我摆脸子？林念，你顶替渊儿享了15年的福，现在只是替他受了3年罪，你委屈什么？既然不肯坐车，那你就走回去，正好一路上好好想想你到底是个什么身份，免得回去给祖母看你这副半死不活的嘴脸，徒添晦气。回府。林姑娘，萧恒，我的未婚夫。奴婢见过萧将军。林姑娘这是要回府？是。我正好进宫复命，林姑娘可以坐我的马车回去。受了伤就不要硬撑，林姑娘不为自己，也该想想那位最疼爱你的林老夫人。奴婢谢过萧将军。我曾那样热烈地爱慕过他，直到看到他如何护着林渊，我才明白，有些人注定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能得到我穷极一生也得不到的东西。林烨说的对，我顶替林渊享了15年福，这3年的罪是我还给他的。可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过，那些曾经爱我护我的人，一夜之间都对我亮出了兵刃，怎么会不委屈呢？念念，
奴婢乔念，给夫人请安。林念，你胡说什么？什么乔念？3年前，侯爷就当着皇上的面承认我并非林家女，而是生母姓乔的私生女。奴婢该恪守本分。瘦了，也黑了，我的儿受苦了。娘别伤心，姐姐回来了就好。是，回来了就好。你阿兄混账，娘已经替你教训过他了。你放心，往后娘再不会让你受一丝委屈。林念，你别不识好歹！林烨，你妹妹刚回来，你发什么臭脾气？娘，你看她是什么态度？我早说了，若不肯回来，就回浣衣局去。侯府养了她15年，又不曾欠她什么。娘为了她日日以泪洗面，她倒好，冲娘发什么小姐脾气？你妹妹只是一时不习惯，休要怪她了。祖母知你回来，一直在等。你先回芳和院梳洗，再去拜见祖母。放心，你还是我侯府的大小姐。小姐，从前伺候您的丫鬟已经嫁人了，夫人让奴婢以后跟着您。奴婢名叫凝霜，小姐有什么尽管吩咐。你是小侯爷院里的人？小姐还记得奴婢？记得。林烨把他院里的人安排在我身边，是怕我对林渊不利吧？小姐，奴婢伺候您沐浴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可是小姐……出去。那奴婢就在外头候着，小姐有事就唤我。你怎么没换衣裳？林念，你打什么主意？是想穿成这样，让祖母看到你这一身宫婢打扮，好心疼你是不是？我警告你，祖母身子不好，受不得刺激，收起你那些见不得人的小心思。若是因为你让祖母难受，我定饶不了你。叶儿，快住手！快把二小姐扶起来！娘，是他居心不良，给他准备了新衣裳，他却非要穿着这一身去见祖母，这不是想活活逼死祖母吗？念念，你祖母身子越发不如以前了，你阿兄他也是担心祖母受刺激，这衣裳你还是去换了吧。衣裳都小了。念念，是娘疏忽了，忘了你比伦儿高了，娘这就让人去置办新的。能有多不合身？我看你是做了3年的宫婢，骨子里倒是越发矫情了。不是穿不了，是遮不住。念儿，娘还以为你是心中有怨才不让娘碰，怪不得小姐不让奴婢伺候沐浴。小姐，您是不是满身都是伤？快，传大夫，快去传大夫！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姐姐？自然是受了公主的指使，凡是欺负我的，都能到公主面前领赏钱，欺负的越狠，赏钱就越多。谁让我打碎了公主的琉璃碗呢？你不必这般阴阳怪气，身上有伤为何不一早就说？没长嘴吗？方才倒是想说，小侯爷没给机会。我倒也想问问，你好歹也是我侯府的千金小姐，自幼随武师习武，那浣衣局里到底有什么高手，能将你伤成这样？一开始也是反抗过的，如小侯爷所言，那些宫婢的确打不过我，但他们会在暗处使阴招，趁我熟睡，往床上倒一盆盆冷水，把他们的分量全推给我。我也求助过管事嬷嬷，得到的除了鞭刑再无其他。后来我就不反抗了，床是湿的就睡地上。有一回嬷嬷下手狠了，差点打死我。小侯爷以为我是故意受这些苦，好换来你们的愧疚和后悔。别傻了，我认得清身份。你们或许会愧疚，但绝不会后悔。你约莫也只会庆幸，当年被罚去浣衣局的人是我，而不是林渊，对吗？念念，我要说了，都是娘不好，是娘对不起你。夫人没有对不起我，可你心里有怨。林念，你眼下所做的一切都是故意的，故意冷淡，故意摔倒。你是不是在萧恒面前也用了这伎俩，博了他的心疼才坐他的马车回来？你弄清楚，萧恒早就不是你的未婚夫了，他现在是渊儿的未婚夫，他们就快成亲了。小侯爷贵人事忙，大约是忘了3年前曾亲手将我推下楼，那时我便扭伤了脚，还没痊愈就进了浣衣局。这3年来脚伤时常发作，今日小侯爷将我踹下马车时又扭到了，所以我方才是真的没站稳。至于萧将军，小侯爷怎么会觉得他会对我心生怜悯？
您是太看得起我，还是太看不上林小姐？你休要再次挑拨离间，你的性子我最清楚。过了3年也还是一样睚眦必报。我警告你，有我在，你别想欺负渊儿。阿兄，你别这样，姐姐从未对我做过什么。渊儿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我们送她去浣衣局3年，她现在回来必会报复。你看，她明知娘最疼她，却故意冷淡，故意在娘面前露出这一身伤，把娘哭成什么样了？看来今日乔念不适合见祖母，烦请夫人跟祖母说一声，我明日再来看她。你怎么来了？皇上赐了几味贵重的药材，我想着用不上，便来孝敬林老夫人。老实说，你是不是为了念念才来的？你今日根本未得传召，是特意去宫门口接她的。萧恒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从前念念缠着你的时候，你爱答不理，现在你成了渊儿的未婚夫，倒是在意起她来了。我警告你，我就这2个妹妹，你要是再敢动歪心思，咱们兄弟都没得做。林兄这话说的，倒显得你有多在意念念似的。方才扎他心的人，难道不是你？你又好得到哪里去？3年前你也在场，他要是怨我，也同样怨你。我知道，马车里的糕点和手炉，他动都没动。他没碰。今日若非我搬出老夫人，他恐怕连我的车都不会上，怕是在宫里受大罪了。浣衣局那群人，怎么敢对他下死手？就算有公主示意，他好歹也是我侯府的千金。你军中那个药王谷的伤药带了吗？没有。他扭了脚，这个管用。谢了。最后一次，休要再动不该动的心思。将礼盒送去给老夫人。将军，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给林姑娘送去。林渊姑娘受伤了，那将军怎么不亲自？是，属下这就给那位林姑娘送去。你再这么哭下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了你。小姐，您受大苦了。小侯爷也太不是东西了，明明受苦的是您，满身伤的也是您，他怎么就一个劲儿的替二小姐说话？小姐，您太委屈了。你敢这么编排主子，不怕他把你抓回去问罪？奴婢已经是小姐的人了，他管不着。枉费奴婢以前觉得小豪爷是个好人，我呸！这人瞧着眼熟。小姐，那位不是金副将吗？金副将，金岩，萧恒最得力的部下，他怎么会来我这儿？去看看他们来做什么。是。小姐，这是萧将军送来的伤药，还有这个是小侯爷送的药酒，奴婢看着像是军中的东西。确实是军中的东西。哼，这点东西就想安抚我吗？赏你了。去准备一下，明早去见老夫人。是，小姐。这么干，这么软，这屋子里暖得不真实，跟浣衣局那间漏风漏雨、阴冷湿寒的木屋比起来，简直像是在做梦。原以为要在那里待一辈子，原来我是真的回来了。依旧是成衣铺子的尺码，小了些，但好在这袖子够长。瞧，那就是刚回来的那位。虽说是回来了，可到底不是真小姐。你看老夫人平日里对二小姐也疼，这回回来，不知道老夫人还认不认。回来了，不孝孙女乔念拜见祖母，快过来，让祖母好好瞧瞧。祖母，祖母！3年前林渊回来，所有人都在围着他转，只有祖母拉着我的手说，我永远是他心里最乖的小孙女。那祖母定要长命百岁，一直陪着念念。好，祖母答应你。给娘请安。娘，如今念念回来了，这与萧家的婚事可否能敲定了？念念，告诉祖母，你可还喜欢萧恒？祖母，我早就不喜欢萧将军了。
当真？可你当初那么喜欢萧家那小子，那是萧家嫡子与林家嫡女的婚约，怎么看都与我没什么关系。祖母，我姓乔。好，姓乔好，姓乔挺好的，总归你都是祖母最乖的孙女。叶儿给祖母请安。族谱又未曾改过，你胡乱给自己改的什么姓？既然是我侯府养大的女儿，凭什么姓乔？你分明还是侯府的大小姐。叶儿，你好好说话。3年前我入浣衣局的第2日，侯爷便亲口告诉陛下我姓乔。若是族谱没改的话，那侯爷怕是犯下欺君之罪了。娘，他说的是真的，爹怎么可能让他改了姓？父亲最宠念念了，以前要什么给什么，现在竟然连姓都不让他姓林了。萧恒拜见林老夫人。萧将军快坐，你昨日送来那么多珍贵药材，老身还没来得及亲自登门道谢呢。家父家母正值壮年，用不到那些。皇上赐下的人参鹿茸，自然是给老夫人补身子最合适。真是个好孩子，今日你来的也巧，方才我们正在商量婚事，你回去问问你爹娘什么时候有空，咱们好商量商量。恒儿，你也知道，你们年纪都不小了，这婚事确实该定下了。乔姑娘觉得呢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恒儿，你与渊儿的婚事，何故要问念念？林伯母莫要误会，只是乔姑娘如今名义上还是侯府大小姐，渊儿也称她一声姐姐，长幼有序。若是成婚，理应是乔姑娘为先。照萧将军所言，那还得小侯爷先娶才行，毕竟他才是阿兄。等小侯爷娶妻，再等我嫁人，之后才轮到萧将军和林小姐，这怕是还得等个1-2年。萧家父母等得及抱孙子吗？理应如此。那晚辈就不打扰林老夫人和乔小姐叙旧了，小生先行告退了。这家伙怕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吧？那我和渊儿也不打扰母亲休息了。恒哥哥，怎么了？恒哥哥，你是不是不想娶我？怎会如此问？你方才在里面说长幼有序，还要等姐姐先出嫁。莫要多想，你我的婚约是家中长辈定下的，不会变。过几日我再来看你。不可能，爹从小最宠念念，怎么可能做得这么绝？林念没有，乔念也没有，居然真的被除名了。不过是打碎了一只碗，就算不是亲生的养了15年，难道连个名字都不配留下吗？怪不得他不肯换娘，也不肯认我。可族谱不就是几张纸吗？难道没写名字就抹杀了这15年的宠爱？养只狗15年也该知道摇尾巴，他倒好，只知道记仇。既然回来了，一切照旧不好吗？非要把关系弄得这么僵。哼，林念，看来是该让你再吃点教训，你才懂得什么叫安分。祖母，祖母你怎么了？快去请府医，老夫人又犯病了。老夫人的身子这3年确实亏空的厉害，小姐莫怕，眼下算是缓过来了。我知道了。吓坏了。祖母答应过念念，要长命百岁的。祖母也想长命百岁，永远护着念念。念念，祖母为你寻一门亲事可好？念念只想守着祖母。傻孩子，祖母撑不了多久了，总要给你找个依靠。连至亲都能抛弃我，我还能指望谁？等祖母仙逝，我就搬出侯府，守青灯半古佛，逃离这侯府。小姐，二小姐来看您了。林渊，她来做什么？二小姐是一个人来的。她是特意让你这样告诉我的？二小姐的确是这样交代的。小姐若是不愿见，奴婢这就去回绝。去回了她，就说我睡下了。是。小姐，二小姐不肯走，
他说他是来赔罪的，您若是不见，他就在外头一直站着。奴婢瞧着天色，像是要落雪了。若是他真淋了雪，府里那些人怕是又要说您闲话了。罢了，让他进来吧。月儿给姐姐请安。坐。月儿给姐姐擦药吧。天寒地冻，林小姐不在自己屋里待着，来我这儿做什么？月儿是来给姐姐赔罪的，当年的事都是月儿的错，若不是我打碎了琉璃碗，姐姐也不会遭这么多罪。只要姐姐能消气，要打要骂，月儿都绝无怨言。你觉得你当年只是错在打碎了琉璃碗吗？现在侯爷疼你，夫人宠你，连我最喜欢的落梅院也是你的。林渊，当年你刚回来时，我其实是对你有愧疚的。当年你回来后，我想过去找我亲生爹娘，是侯爷说他们皆已离世，让我安心留下。我很感激，甚至暗暗发誓要跟你好好相处，并未想过要与你争什么。可你为何要害我？当年在御花园打碎琉璃碗的人明明是你，可你缩在一旁，任由你的丫鬟指鹿为马，任由我被发配去浣衣局受尽凌辱。这就是你说的姐姐，这就是你现在的赔罪。林渊，收起你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。在这府里，这种招数对林烨管用，对我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不是的，我没有害过姐姐，当年确实是我打碎了琉璃碗，是我的不对，可冤枉姐姐的人也是小翠，不是我。那你3年前怎么不说？当初当着皇后和公主的面，你为何不说这琉璃碗是你打碎的？我不敢，那是我第一次进宫，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高贵的人，我当时很害怕。那你现在要来跟我说什么？只要姐姐能原谅我，我愿意把一切都还给姐姐。我会去告诉爹娘和阿兄，说姐姐从未欺负过我。落梅院我也可以还给你，还有恒哥哥，我也可以还给姐姐。林渊，我方才说过了，那是你的爹娘和阿兄，与我无关。落梅院是侯爷的心血，也该是你的。你想要什么，都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我不要，我不是来跟姐姐抢处处的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萧恒，我不知道你在担忧什么。3年前我还没进浣衣局，婚约就落到你头上了。如今我不姓林，只是个外人，这婚约怎么也落不到我头上。方才在祖母那儿我也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不再喜欢萧恒，你特意跑这一趟来试探我，实在是多余。我不是为了试探姐姐才来的，我是真心求原谅。只是不管怎样，我的态度很明确，祖母身子不好，我只想守着她，别的我什么都不想要。若是此时林烨来了，看到你这副模样，怕是会跟3年前一样，不由分说的把我踹进外面的荷花池。我今日起得早，实在困乏了，你若没别的事，我就不送你了。那姐姐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小姐，二小姐跟您说什么啦？奴婢看她眼睛红红的，又是哭着走的。你这样好奇，不如直接去问她。那怎么行？奴婢是小姐的人，哪有去找二小姐的道理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知道你主子派你来伺候我，肯定有他的目的。我不为难你，但你也不必时时刻刻提醒我，说你是我的人，因为我知道你不是。我要睡会儿，你去忙吧。小姐在浣衣局受了3年的罪，满身是伤，如果不狠一点，怎么活得下来？你误会我也没关系，只要我真心对你好，总有一天你会看清我的真心的。那小姐您好好休息，奴婢就在外边守着。罢了。不好了，快来人啊！二小姐落水了，快救命啊！二小姐掉进荷花池了。什么情况？谁在喊？奴婢也不知道，刚听到有人喊二小姐落水了。小姐，您先把衣服穿上，外头冷。顾不上了。落水，在我的芳荷院落水。若林渊出了事，林烨那个疯子一定会活活打死我。你们一个个都瞎了还是废了？为什么不救人？回小姐，奴才们倒是会水，可若是坏了二小姐的清白，咱们担待不起啊！清白能有命重要吗？还愣着做什么？穿府衣，
去几个人把2位小姐扶回屋，炉子全升起来，热水姜茶立刻备好，快！小姐，小姐您怎么了？是你推我家小姐下水的，对不对？这场景和3年前冤枉我打碎琉璃碗是一模一样。你敢打我？你这奴婢，好端端一张嘴不会用，我今天就帮你撕了！若不是我家小姐不顾安危跳下水救人，你家主子这会儿早硬了。你身为丫鬟，主子落难不救，只会在这满口喷粪。我家小姐救人可是这院里10几双眼睛瞧见的，你说我家小姐推人，证据呢？拿不出证据，看我不把你这张烂嘴撕碎！好猛！真没想到，这平时看着乖巧的小丫头，动起手来竟然这么狠。你怎么能动手打人？大胆，竟敢在本小侯爷面前动手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我的丫鬟，在我的院子里教训一个对我不敬、惯会冤枉我的下人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可也不能打人啊！鱼儿说的对，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打人，更何况林念，你根本就不会水。所以，小侯爷也觉得是我推了林小姐。又是这样，3年前你沉默，方才在屋里道歉像是在演戏，现在你还是这一副死样子。自己去领板子。宁霜今日不得空，她还得伺候我沐浴更衣。至于林小姐到底是怎么落水的，又是被谁救起来的，小侯爷事后细问，自然会知道真相。小侯爷，以前我是不会水的。怎么回事？月儿好端端的怎么会落水？是不是念念她？娘，是念念救了冤儿。你过来。呀，你这丫头的脸是怎么回事？谁打的？小翠，你与念念有过节？没有，奴婢哪敢与大小姐有过节？既然没有，为何要3番2次的冤枉她？方才在方和院，我和你前后脚进门，那时候他们都已经上岸了。你竟然能那么肯定的指着念念说是他推的人？念念不蠢，他怎么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自己的院子里害人？哼，3年前你也是这么肯定的。小翠，你胆子不小啊！奴婢是太担心小姐了，生怕小姐在外面受了欺负，奴婢都是为了我家小姐啊！为了你家小姐？莫非是你家小姐指使你这么做的？不是的！再有下次，不需要宁霜出手，我亲自上家法，滚进去伺候你家小姐。是，多谢小侯爷。叶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妹妹的贴身丫头？洛儿的性子你还不清楚吗？娘，念念会水，你知道吗？会水？她从前不是一见水就怕？是啊，从前不会水的人被人推下水，还拿晾衣杆杵着不许他上岸。你上哪儿去？进宫！你们找死！奴婢见过小侯爷，您这是有什么？哎呦，小侯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谁敢上岸，我就打断谁的腿！小侯爷，奴婢知道您是给林姑娘报仇，可咱们是给皇上做活的，您这样若是被皇上知道，拿皇上来压我！小侯爷好大的气势，莫不是如今连皇上都压不住你了？贵妃娘娘，救命啊！小侯爷要杀了奴婢们！闭嘴！还不速速去换了衣裳！若是误了贵人们的活计，你们几个脑袋够砍！怎么，小侯爷这是想连本宫也一起打了？微臣不敢。你都打进宫来了，还有你不敢的？本宫看你是疯了。这浣衣局虽是下等地方，可毕竟是在宫里，若有心人闹大，莫说你，整个侯府都要遭殃。你可知这3年来，你爹娘为何一次都不敢来看他？微臣明白，是因为这3年皇上在敲打侯府。明白就好。侯府要向皇上表忠心，就只能不问、不看、不救。此事本宫会处理，
你且先回去，记住，日后不可再踏入这浣衣局一步。给父亲请安。逆子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儿子自知今日冲动惹了祸，爹要打要骂，儿子绝无怨言。老爷，这是做什么？你还想杀了叶儿不成？你问问他做了什么好事儿，他竟敢打进宫里去？怎么，你是嫌侯府日子太平了，非得找些麻烦才甘心吗？今日在皇上面前，我连大气都不敢出，生怕皇上一怒之下就满门抄斩。儿子知道错了，可儿子实在忍不住。更何况我只是教训了几个浣衣局的宫婢，又没闹出人命。皇上若是怪罪，大不了儿子以命相抵。浣衣局，他去教训了那里的宫婢。逆子，若只抵你一个人的命，我便由你去死。可整个侯府呢？你当真要让全家人陪葬吗？老爷，没那么严重。贵妃娘娘已经想到了折中的法子，皇上并非不通情理的人，此事不会闹大的。贵妃想出的折中办法，怕是又落在我头上了吧？此事若能平息也罢。贵妃那边怎么说？贵妃说，想堵住皇上的怒火，需要一个人去承担下所有的因果。哼，今日若非德贵妃出面，莫说是叶儿，就连老夫也未必能从宫里平安回来。爹，爹，求您息怒！没眼色的东西，还不快将小姐扶起来！你还病着，出来胡闹什么？我听说爹要罚阿兄，我知道阿兄闯了祸，但他绝不是浪荡子，他做这一切一定有他的理由。求爹看在渊儿的份上，饶了阿兄这一次吧。渊儿病成这样都要替我求情，可你呢？我为了你杀进浣衣局，你竟然连个眼神都不给我！哼，罢了，今日之事望你长个记性。快带少爷去侧间，叫府医过来包扎。你就没什么要说的吗？小侯爷想听我说什么？我不想听你说什么，可我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就真的连一丝怜惜都没有吗？小侯爷约莫是真喝醉了。你说什么？用一场毫无意义的闹事来换取自我感动，小侯爷，这出戏演得不累吗？乔念，你简直无可救药！你到底有没有心？姐姐，阿兄从未如此冲动过，他今日豁出性命去闯浣衣局，真的是为了你。若小侯爷当真是为了我，那首先该教训的便不是浣衣局里的宫女。3年前指认我的是他，刚才指着我鼻子冤枉我的也是他。可林烨呢？他绕了一大圈去打几个奴才，却始终护着这个始作俑者。这种为了我消受不起。夫人，不好了！宫里贵妃娘娘差人送东西来了。娘娘说，小姐换衣的手艺是极好的，这几件贵重的衣物交给旁人不放心，指明要小姐亲自洗。你说什么？让念念洗衣服？原来这就是德贵妃想出的折中法子，拿我这个名义上的侯府大小姐当粗使丫鬟，以此来平息皇室的怒。娘娘还交代这衣裳，明日一早她等着穿，必须送进宫去。接过来。若非要说点什么，那我谢谢小侯爷了。谢谢你进宫一趟，亲手替我讨来这份折辱。小姐，您今天刚落了水受了寒，哪怕喝了姜汤也得歇着。这衣服奴婢去洗。贵妃说了，不是我洗的，她不放心。若是你洗了被抓出差错，明日还不知道有什么祸事等着。去备水，要冷水。冷水？小姐，现在是腊月啊！贵重料料经不得热水，去吧。小姐，他们太欺负人了，怎么能只盯着你一个人欺负？是啊，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只盯着我一个人欺负呢？因为我不是亲生的吗？刘管家，衣裳好了，差人送去吧。小姐，贵妃娘娘刚才又传了话。又怎么了？娘娘的意思是，让小姐您亲自送进宫去。让我
再次进宫，进浣衣局3年，我从未踏足过这里，可这种窒息感跟浣衣局一模一样，这一次还能回得去吗？乔姑娘，娘娘宣你进去。衣裳我看了，果然洗得很好。奴婢见过贵妃娘娘。你果然与你娘亲说的一样。娘亲，她是说林夫人吧？来，起来。昨日让你洗衣裳，可会觉得委屈？奴婢不委屈。你也莫要怪本宫，那些宫婢3年前是奉了谁的命欺负你，你心里清楚。你阿兄这次太冲动了，打进浣衣院是在扇皇家的脸。本宫若不罚你，皇后定不会放过侯府。奴婢明白，侯府早已今非昔比，所谓交打，不过是皇上的一句话。本宫知你委屈，知道我委屈又有什么用？3年前碎掉的不是碗，是我的命。既然不是我碎的，这委屈知道与不知道都没意义了。罢了，昨日那件衣裳就当本宫欠了你一份人情，日后你若有什么想要的，尽管跟本宫提。他竟然愿意给我一个承诺，大约到底是看着我长大的，终究还是有一丝怜悯吧。浣衣局里有一名宫婢，名唤柳娘。娘娘，可否将她调来您身边伺候，哪怕做个清扫的活计也行。这宫女与你关系很好，竟值得你用本宫的一个人情去换？浣衣局里没人敢与我牵扯，只是柳娘的性格好，我在那里3年，唯独她从未欺负过我。我走之后，怕其他人会欺负她，我受过的那些，不希望再有人受第2次。好，本宫一会儿就叫人去沟通。多谢娘娘。那你呢？那个3年的无妄之灾，你就真的不想要点什么来弥补一下？奴婢日后只想守着祖母，旁的什么都不想。林小姐倒是比前些年安静稳重了许多。是啊，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人间炼狱，才能叫那个从前明艳张扬的孩子变成如今这副心如死灰的模样？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我怕走得慢了，他们又会找各种理由把我再留下来关3年。奴婢见过萧将军，见过萧将军。乔姑娘，脚伤还没好，今日已是第3日，药王谷的药酒极好，若用了，断不会走得如此狼狈。他从来不会关心我，更何况如今我这种身份，与他多说一个字都是越级。你退下吧，本将会送乔姑娘回府。乔姑娘，请。这路怎么这么长？好像永远都走不到头。以前的她像只不知疲倦的小家雀，围在我身边叽叽喳喳，总有说不完的话。现在安静的真让人不适应。你阿兄的事我听说了，皇上虽然动了怒，但并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你不必忧心。忧心？我从未忧心过的。贵妃娘娘昨日罚你，也是为了保住侯府。你心中若有委屈，就多想想老夫人。念念。不行。你什么时候养成了这不说话的习惯？我明知道他在浣衣局受了什么罪，怎么还会问出这种蠢话？今晚醉香楼有烟花宴，还是老位置，记得和你阿兄一起来。醉香楼的烟花宴，想起来了吗？醉香楼烟花宴，你最爱喝的梅子酒，我也已经订好了。多谢将军。走吧。奴婢告退。等一下，这个拿回去。多谢将军。把这盒糕点送去落梅院给2小姐，就说是萧将军送的。是，小姐。刚从宫里回来，快过来坐。回来了。祖母放心，贵妃娘娘并没有为难我。你不计较就好。祖母听说你昨日落了水，当真没事？孙女没事儿，早就不冷了。今晚醉香楼的烟花宴，念念，你可要去？
萧将军今日还托我带了糕点给林渊，他们才是一对儿。你以后就别想这些了。唉，祖母只是觉得你从前与萧家那小子这样好，如今就这么断了，实在……子女如今只想陪着祖母，真的。萧恒早已是泥潭，我不想再陷进去了。念念，快到祖母身边来坐。月儿也多吃点儿，身子刚好些，别累着。怎么了？这是不是又着凉了？娘，我没事，就是屋里太闷了，想去院子里透透气。外面天寒地冻的，别乱跑。我让小翠陪你去。不用，我就在廊下站会儿，很快就回来。小翠留下伺候爹娘就好。你先回去，我自己走走就好，别跟着。小姐，二小姐怎么怪怪的？大过年的，一个人去院子里做什么？别管她。张兄，月儿姑娘，你可算来了！我在这儿等了你快半个时辰了，冻得我骨头都疼。少废话，说吧，这次又要多少钱？再给我100两，就100两。这次我手气肯定好。100两？上个月我才给了你500两银子，你竟然这么快就输光了！你当侯府的银子是大风刮来的吗？这不是一时失手吗？月儿姑娘，你可别忘了，3年前要不是我说你是当年被我弄丢的侯府真千金，你怎么能当上侯府的千金？你要是不给我钱，我现在就去前厅找林侯爷，把当年的事儿全都说出来。你敢？你以为我会怕你？你要是敢说出去，我就先让人打死你那个赌鬼儿子！你敢动我儿子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现在整个侯府都信我是真千金，我说什么他们都信。你要是识相，就乖乖听我的话，不然你们母子俩都别想混。100两太少了，我给你1000两。真的？太好了，快把银子给我！这钱不是白给你的，你明天想办法混进福寿堂，把这个放进老夫人的汤药里。这是毒药，不行，杀人是要偿命的，我不干。你现在不干，我现在就喊人，说你潜入侯府偷窃勒索，把你送到官府去。到时候不仅你要被砍头，你那赌鬼儿子也活不成。老夫人年纪大了，本来就时日无多，我们只是提前帮她解脱罢了。而且老夫人最疼乔念，只要她死了，我才能安安稳稳当我的侯府小姐。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500两，一共1500两，足够你们母子俩远走高飞，再也不用被赌债追着跑了。这笔买卖你不亏。可是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不会被发现的。福寿堂的苏嬷嬷明天会被我支去采买，到时候只有乔念一个人伺候老夫人。只要老夫人喝了汤药死了，所有人都会怀疑是乔念下的毒。到时候乔念被赶出侯府，就再也没人能威胁到我了。好，我干。但你说话算话，事成之后一定要给我钱，还要安排我们母子离开京城。放心，明天下午我还在这里等你的消息。拿到钱，你们立刻走，永远不要再回京城。念念，辛苦你了。等祖母好了，带你去江南看桃花。好，祖母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苏嬷嬷说了，只要再喝几天，您就能下床走路了。祖母，你怎么了？快来人啊！老夫人出事儿了，快传府医！娘，你怎么了？祖母，你醒醒啊！都怪我，要是我昨天多陪陪你就好了。侯爷，老夫人她毒入骨髓，已经回天乏术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娘怎么可能中毒？侯爷息怒，老夫人这是典型的砒霜中毒症状，而且剂量极大，发作极快，老夫实在无力回天。府医，你再仔细说说，老夫人是怎么中的毒？回侯爷，应该是刚喝下去不久就发作了，也就是说，毒是下在那碗汤药里的。汤药？那碗汤药是乔念亲手熬的，也是他亲手喂的。你怀疑我？不然还能是谁？福寿堂除了你，还有谁能接触到老夫人的汤药？我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害祖母？祖母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。会不会是
乔姑娘心里一直对侯府有怨气，所以才……你胡说！我家小姐一直守在老夫人身边，寸步不离，怎么可能下毒？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我没有胡说，我只是觉得可疑。毕竟3年前琉璃碗的事儿，大家都知道，乔姑娘心里肯定一直记恨着侯府。够了！念念最疼祖母，绝对不可能是她。叶儿，你怎么能怀疑念念？妈，除了她还能有谁？我知道是谁，把人带进来。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就是路过的，快放开我！你是什么人？为何潜入我侯府？说！再不说，我就把你送到官府，告你私闯侯府，图谋不轨，到时候打你30大板，再关你10年大牢。你是当年给我接生的那个稳哭张秀？张秀，你就是20年前给我夫人接生的那个稳婆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侯爷饶命，夫人饶命，都是林小姐指使我的，是她让我给老夫人下毒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！你胡说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你这个疯婆子，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我没有胡说，昨天晚上你在后花园的假山约我见面，给了我一包毒药，让我今天混进福寿堂，要放进老夫人的汤药里。你还说苏嬷嬷会被你支去采买，到时候只有乔念一个人在，所有人都会怀疑是乔念做的。你撒谎！我昨天一直待在自己的院子里，小翠可以作证。对，二小姐昨天晚上一直待在院子里，根本就没出去过。这个老妇人肯定是受人指使，故意来诬陷二小姐的。受人指使？谁会指使她来诬陷你？乔念吗？就是她，肯定是她！她和我抢走了她的一切，所以就找了这个老妇人来诬陷我，还害死了祖母。够了！张秀，你说你是林渊指使的，有什么证据？有，他昨天给了我一锭银子，那锭银子上有侯府的印记，我一直带在身上。林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锭银子怎么会在他手里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他偷的。对，肯定是他潜入侯府偷的。偷的？金爷已经查到，昨天晚上戌时确实有看到你独自一人去了后花园假山，半个时辰后才回来。侯爷夫人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当年给念念准备的满月玉佩，我亲手刻的林字，还有这道裂痕是他周岁时不小心摔在青石板上刻的，怎么会在你手里？因为乔念才是你们真正的亲生女儿。3年前我欠了一大笔赌债，被债主追得走投无路，偶然在老家的旧箱子里翻出了这半块玉佩，我认出这是当年侯府的东西，就动了歪心思，所以我找到了林渊，跟他合谋，说他是当年被我不小心弄丢的侯府真千金。我们拿着半块玉佩骗了你们所有人，乔念根本不是什么接生婆的女儿，她才是你们养了15年的亲生女儿啊！我的女儿，我的念念，娘对不起你啊！你与我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也是被逼的，侯爷，我欠了赌债，要是还不上，就砍了我儿子的手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那3年前琉璃碗的事，也是你们策划的？是，林渊说必须把乔念赶出侯府，所以他就故意打碎了公主的琉璃碗，让小翠指认是乔念干的。不可能，我才是侯府小姐，我当3年的侯府小姐，你们都被骗了，他在撒谎。你这个毒妇！我林家待你不薄，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养了3年，给你锦衣玉食，让你享尽荣华富贵，你竟然害死了我的母亲，还骗了我们整整3年！爹，你不要信他的话，我就是您的女儿啊，我就是侯府真千金啊！来人，把这几个人全部关入地牢，严加看管，听候发落。不要，我不要去地牢，阿兄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晚了，你害死祖母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爹，娘，我是真的侯府大小姐，我的好女儿，娘的好女儿。乔念，你来看我笑话是不是？放我出去！小姑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饶了我吧！小姑娘饶命！小姑娘饶命啊！我也是被林渊逼的呀！不用喊了，喊破喉咙也没用。这是你们在这世上的最后一顿饭了。你说什么？最后一顿饭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们3人合谋欺骗侯府，冒充侯府千金，毒杀老夫人，犯下了欺君之罪。皇上已经下了圣旨，明日午时将你们3人押赴刑场处死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不要，我不要死！乔
姑娘，我求求你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给你做就做吧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我不信皇上会杀我，我是侯府小姐，你们不能杀我。乔念，是你假传圣旨对不对？是你故意吓唬我们对不对？假传圣旨？我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。圣旨就在侯爷书房里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自己去看。好好享受你们这最后一顿饭吧，下辈子别再做坏事了。乔姑娘，乔姑娘别走，我儿子还在等我啊！求求你救救我！乔姑娘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饶了我吧！乔念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诅咒你不得好死！萧将军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不放心你，地牢里阴冷，别冻着了。都结束了，别再想了。谢谢你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我被放出幻音鱼的那天晚上，在宫门口遇到你，不是巧合。你是专门去接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是德贵妃娘娘告诉我的。她说那天你听说皇后娘娘准我出宫，立刻就放下手里的军务，快马加鞭赶去了宫门口。你怕我不肯坐你的马车，才故意说正好顺路进宫复命。是，我是专门去接你的。3年前的事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不分青红皂白就相信林王的话，不该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站在他那边，不该让你一个人受了那么多苦。这3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再后悔。其实我早就不怪你了，在浣衣局的那些日子，我也想明白了很多事，你只是被蒙蔽了而已。念念，从今往后，我会用一辈子来弥补你，再也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愿意。太好了，将军终于得偿所愿了。是啊，小姐终于苦尽甘来了。萧将军是真心对小姐好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小姐了。那个凝霜姑娘，你看你主子跟我家将军都重归于好了，咱俩的事情是不是也该提上日程了？咱俩啥事情？你这家伙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哼！双儿姑娘，你等等我，你听我说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想娶你做媳妇儿。小姐，您今天真好看，萧将军要是看到了，肯定看呆了。就你嘴甜。哎呦，我们的新娘子可真漂亮，民女见过贵妃娘娘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今天可是你的大喜日子，不用多礼。乔姑娘，你的事情皇上都已经知道了，皇上说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实在是不容易，特意派我来赏赐侯府黄金1000两，绸缎100匹，表达对你的安抚。同时，皇上也亲赐你为安和县主，以后你就是朝廷亲封的县主了。民女谢过皇上隆恩，谢过德贵妃娘娘。如今侯府与萧家联姻，日后我们2家必定会同心同德，好好为皇上建功立业，守护大靖江山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皇上就放心了。本宫也祝你们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念儿，快点快点，吉时快到了，萧家的迎亲队伍都到门口了，别误了拜堂的吉时。快去吧，别让新郎官等急了。那民女先告退了。